也是个法子，你们注意点了。程琳琳叮嘱。师傅，我们一直都很小心的。穆晴说道。你和初九都是细心的人，我们放心。妈，师傅初九还没有给我答复，我有点怕他会不会不接受我的感情。我就说表白了，肯定会吓到他，说不定会把他吓得离开我。我的麻烦是那么多，跟着我注定没有安稳日子好过。他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，其实我知道他内心是渴望安宁，想过普通平淡的日子，他也想过普通平淡的日子。可惜他从小就背负了复仇的重担，想过的安宁，别人也不会让他安宁。程琳琳说道。你这是想多了。初九跟在你身边那么多年，你什么情况他不知道？就算他拒绝了你，他就能置身于事外了？他也不可能会置身事外，你的自信哪里去了？师傅，我就是紧张嘛。师傅和穆妈妈帮我捅破了这层纸，我和初九都不能再逃避，不仅仅是我紧张，我感觉到初九也一样的紧张。穆晴接过话来，我们不帮你捅破那层纸，你什么时候才会表白？你年纪不小了，初九比你小4岁，也28了，女孩子这个年纪，到了考虑大事的时候。等你拖下去拖上几年，初九都老了，难道你想等你们俩都满头白发了才说？妈还等着抱孙呢，你亲爸妈在九泉之下也盼，找你能够早点成家立室。龙婷，你家就你一个人的了。穆晴提醒龙婷，她不仅仅要替亲人报仇，还要结婚生子，让他家的血脉能够传承下去，那样他抢回家主之位才有意义呀。要是他没有个骨肉血亲，等到他100年之后，家主之位不又是交给旁支旁系？昨天才向初九表白，初九不是说要考虑2天吗？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着急早干嘛了？还想拖呢？拖到老了害了谁？龙婷不敢说话了。是个人都会有缺点，龙婷的缺点就是在处理感情时犹豫不决，拖到现在。哪怕他的本意是好的，可他以为不表白就不会拖累初九吗？除非他将初九踢出他的生命里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初九不会离开他。在药园里坐了片刻，初九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和2位长辈回去吃早餐了。龙婷才不用被2位长辈轮番教导，在外面再威风，回到家里在长辈面前他都是个孩子，长辈教导他得灰心接受。用过早餐后，龙婷带着初九在保镖团的簇拥下出门，前往龙氏集团，准备和龙拓交接一下工作，也是向龙氏集团公开承认龙婷的身份了。到了龙氏集团，发现有很多记者在那里等着，龙婷不觉得意外，龙拓不召开记者招待会，他都要召开的了，召开记者招待会就更好了，这样大家都知道龙氏集团换老板，龙氏家族也有了真正的家主，再也不是代理家主代办事务。记者们认得龙婷的车牌号码，毕竟龙婷在 H 市混了几年，混出了名堂，媒体记者平时也报道过他的事迹，夸他能力强，就是媒体们没有见过龙婷的真面目。听说龙腾集团的大老板叶龙婷，原来就是龙氏家族30年前那个走丢了的孩子，大家已经在脑海里构思了10几万字的家族情仇的故事。30年前，龙氏家族的家主一大家子都死于非命，当时是轰动了整个 H 市的，警方都出动了很多警力去抓凶手，最后是抓到了不少歹徒，但很多人都在说，那些歹徒就是替死鬼真正的幕后黑手，警方都查不到，就更不要说抓了。人们怀疑的幕后黑手就是龙家上任代理家主，现任代理家主的亲爸龙应明。当然啦，没有证据的事，大家也就私底下当成八卦聊一聊，并不敢当着龙家的人面讨论，怕被龙应明起诉他们造谣。记者们围过来，司机停了车，龙婷按下了车窗，围得近的记者们看到了龙婷的样子，个个都愣了一下后，随即举起相机对着他猛拍。龙腾集团的大老板真年轻，长得也真帅，他们总算看到了叶总哦，不是龙总的真面目。叶先生，现在我们该称你为龙先生了吧？请问你今天来龙氏集团的目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你真是龙氏家族真正的家主，你已经接管龙氏家族了吗？龙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隐藏身份，从不公开真面目，还要成立龙腾集团呢？龙先生，你当初为什么不？
直接就说你是龙家的家主，龙家家主的信物都在你那里，你可以直接说自己是家主的。是啊，你可以直接当家主，直接接管龙氏集团，不必成立龙腾集团的。龙先生既然知道你总有一天成为龙家家主，为什么还要处处针对龙氏集团？记者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抛出来，龙庭环视一遍挤在他车子前的记者们，沉声说道：各位，我今天过来是要和龙拓交接一下的。的确，我昨天就上任成了龙氏家族的家主，至于其他问题，等我和龙拓交接好，处理好一些家务事后，我会正式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回答大家的问题。今天实在是不适合，也没有时间，还请大家见谅。他是不介意被媒体记者围堵，但今天的确不适合，他要办的事情多了去。昨天的变动对于龙氏家族来说，那是大地震般的动荡，就算没有人放出风声去，以媒体记者们的敏锐感，他们也会嗅到不同。此刻围在这里的记者是龙拓通知来的也好，是自己闻风而来的也罢，龙庭都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。龙庭这样说了，媒体记者们也就不好再堵住龙庭的车队了，也是和龙庭打交道无数次，知道这个男人说一不二，说到做到。他既然说了，等他处理好就会召开记者招待会，那他就一定会召开的。龙氏家族30年前的那起悲剧，带上了多少阴谋算计，哪怕过了30年，依旧有人提起，也让人听得心痛不已。多少人都在想，那个逃出去的小娃娃是生是死？活着的话，他还会回来吗？他回来能夺回属于他的一切吗？就算他有家主信物，没有半点根基，也没有家人支持，他坐上了家主之位，怕是也不长久，大家也不会服他，怕是和他父亲一样，早晚会被人害死吧。猜测太多。当传出30年前那个小娃娃回来了，并成了龙家家主后，媒体记者们就杠着长枪短炮蜂拥而来。原来龙腾集团的老总就是30年前那个小娃娃呀。单看龙腾集团的成绩，那个孩子是成才了，有能力接住龙家的生意，但龙腾集团处处针对龙氏集团，那孩子是知道当年的事吗？太多太多的谜团了，大家也只能等着。如果那个孩子回来是为了报仇雪恨，总有一天能等到结果的。龙英明父子俩的时代终于要结束了。这对父子俩过去仗着龙家代理家主的身份，在 H 市那是横行霸道，多少公司被父子俩逼得破产的。龙英明一家人在 H 市行走，那也如同螃蟹一样横着走。哪怕他们只是代理家主，在龙氏家族还是本市首富时，大家还是忌惮他们的。真正能压住龙氏气焰的，就是龙腾集团的崛起。因为龙腾集团涉及的行业和龙氏集团一样，从龙腾集团成立的那一天起，就注定了是龙氏的死对头。初时龙氏集团都没有将龙腾集团放在眼里，可以说连知道这家公司都不知道的。等到龙腾集团做大了，抢了不少龙氏集团的生意，他们才注意到这家公司，开始反击时发觉有点晚了。因为龙腾集团已经和很多大公司都有了合作，叶龙庭以及周副总跟 H 市不少商界大佬都成了生意上的朋友。龙拓针对叶龙庭时，经常会被共同认识的老总们劝导，说大家都在 H 市做生意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做得那么绝，要给龙腾集团留条活路。龙拓那个气呀，是龙腾集团不给他们活路，抢了他们多少生意，拉走了他们多少客户，就是共同认识的老总，不也是被叶龙庭拉拢过去的吗？他们反过来帮着叶龙庭，也不看看他们龙氏损失了多少。龙拓的本事跟他爸始终差一点，有他爸在背后指点，他在代理家主这个位置上做的还是很稳的。但龙腾集团的崛起，父子俩愣是束手无策。以往对付其他公司管用的法子，用到龙腾集团身上总能被化解。最让他们害怕的是叶龙庭和周副总的来历，他们很难查得到。叶龙庭的名字特别让龙英明父子俩害怕。龙英明记得家主的小儿子就叫龙庭，龙庭1岁以前他还经常报呢。记得龙庭的名字，他一直怀疑叶龙庭就是30年前那个被保姆带着逃出去的小奶娃。想证实，花了几年时间也没有证实到，想弄死叶龙庭也没有成功。最终事情的发展还是让父子俩无奈面对。
龙氏集团公司大门打开，龙庭的车队缓缓驶进去，公司的人也都在围观，看着龙庭的车队驶进了公司后，最后停在了办公大厦门前的那几个停车位上。平时那几个停车位是给龙拓以及贵客来访时停放的，其他人不能随便停在那里。公司里有好几个大小停车场，给来往访客以及公司职员们停放车子。怎么说，龙家在 H 市也屹立了过100年不倒，不是龙腾集团的崛起，龙家在本市还是气焰嚣张的，特别是没有真正家主的管制，他们族里那些有点地位的族人也经常闯出祸事来，影响了龙氏的名声。龙氏集团很大公司，拥有10几万名的员工，总部那栋办公大厦高达68层，办公大厦是10几年前重建的，维护得好，看上去还很新。龙拓带着一班高层管理站在办公大厦门口，他神情严肃冰冷，眼神阴鸷，冷冷地看着龙庭的车队驶进公司。等龙庭的车队停下来了，他的神情马上就变了，变得恭敬，脸上还带出笑意来。龙庭的保镖团先下车，初九习惯性要帮龙庭开车门，龙拓动作比他还快，先一步上前帮龙庭拉开了车门，满脸堆笑。家主。龙庭从车上下来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随即对龙拓说道，在公司里就叫我龙总。龙拓保持着笑容时，龙庭扫向了龙氏集团的那些高层管理，很多都是在商场上和他打过交道的，有特别能干的，他挖龙氏的墙角，挖走了好几个，气死了龙拓。龙拓也想从龙腾集团挖人，但龙腾集团的高管难挖得很，他们最想挖的是周副总，也就是周扬，不管他们出多少钱，许诺多少好处，周扬都不为所动。现在知道龙腾集团的真正老板是谁后，龙拓才明白过来，怪不得他挖不到周扬了，原来周扬在龙腾集团也有股份的，周扬是龙腾集团的一个股东，他怎么可能会跳槽到龙氏集团呀？龙拓扭头，脸一沉，厉声喝道，你们还傻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向龙总问好？龙总好，龙总。被龙拓一声呵斥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龙庭问好。龙庭依旧是微微点点头，等初九走到他身后了，他才抬脚往办公大厦里面走去。龙拓想跟上他，被初九和另一名保镖挡住了。初九严肃地提醒龙拓，龙先生，请你与我们少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龙拓脸一黑，望向龙庭，龙庭头都不回，脚下也未停，明显不会替他说话。初九就是龙庭的嘴替，他说的话都是经龙庭同意的。这个女保镖太碍事也碍眼得很，龙拓压下了怒气，只得应着，是，以后我会和龙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龙庭是怕他跟得太紧，会出其不意的下手吗？防他跟防贼似的。当然了，有机会的话，龙拓是很想对龙庭下手的，最好就能一出手就要了龙庭的小命。初九和同伴快步跟上了龙庭，他们也与龙庭保持着3步的距离，而龙拓他们只能跟在初九的后面，其他高层管理则是跟在龙庭的其他保镖后面。这样龙拓等于被龙庭的保镖前后夹攻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10分钟后，龙庭走进了位于顶楼的会议室。这个会议室一般是龙拓平时召开高层管理会议时才会用，如果是大会都在60楼的大会议室里。初九上前替龙庭拉开了椅子，龙庭坐下，初九就站在他的身旁，其他保镖则在会议室外面守着。平时龙庭出门也是这样的排场。龙氏集团跟龙腾集团斗了多年，他们都很清楚龙庭的排场对于他这样的安排，大家没有意见也习惯了，只有龙拓在心里恨得牙痒。这就是真正家主的排场。龙拓带着那班高层管理进了会议室，很快那些精英也到了会议室里，坐得满满当当的。龙庭示意龙拓可以开始会议了，这场会议就是向大家介绍龙庭的身份，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，龙庭便是龙氏集团的当家总裁了。龙拓退下来成为副总裁，以后公司的决策都要经过龙庭同意才能实施下去。龙庭接管龙氏集团，大家还是心服口服的，因为他管理的龙腾集团已经能和龙氏集团并驾齐驱，他有那个能力。只有龙拓以及他的心腹还在想着给龙庭使绊子，
会议结束后，龙庭回到了总裁办公室。龙拓的东西还没有搬走，龙庭就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让龙拓先将他的东西搬到副总裁办公室。副总裁办公室在66楼，龙拓给龙庭倒来了一杯水，说道：龙总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搬不完，这2天先委屈一下龙总在会议室，或者就在呆工区这边办公。龙庭没有喝他倒来的那杯水，抬头，他目光沉冷锁住龙拓的脸，沉声说道：龙副总只需要搬走你的电脑就行，那些文件以后不用龙副总处理了，就不用搬了。的确，这间大办公室里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那台电脑，其他东西本就是总裁办公室里的，未处理完的文件以后也不用他来处理了，是龙庭的事了。沉默了片刻后，龙拓在龙庭的对面坐下来，又看了一下初九，对龙庭说道：龙总，你办公的时候，初九小姐也在办公室吗？有时候有些商业秘密是不宜第三个人听到的。龙庭沉声说道：初九是我的贴身保镖，跟我如同一体，没有我他之分，我能听的他也能听，他绝对忠心，嘴巴也严，不会说出去半句。龙拓讪笑的道：可是初九小姐毕竟不是我们龙家的人，她只是你的保镖，平时让她在办公室外面等着也能保护龙总的。再者，龙庭一身功夫厉害得很，就算没有初九贴身保镖，一般人也轻易进不得龙庭的身，有初九在就更难了。我的人怎么安排，我说了算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还有，初九是我的人，我是龙家的人，他就是龙家的人，不是外人。以后初九会是龙家的家主夫人，怎么能说是外人？龙拓在龙庭的眼里才是外人。还想说什么，见龙庭脸色阴沉，龙拓终究咽回了想说的话。片刻，龙庭抬起右手看了看戴着的腕表，对龙拓说道：副总该回去做事了。这是赶龙拓出去的意思。龙拓陪着笑脸，是我先去做事，那我先搬电脑走，其他东西等我要用到时再上楼来拿。不必等会儿，我会亲自整理一下，不属于总裁的东西我会让秘书给你送下去。龙拓哦了一声，起身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他平时用的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他放在桌面上的一盒名片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办公室门口，他又扭头对龙庭说道：龙总有不懂的尽管问我。龙庭淡淡的道：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摸清龙氏集团，对龙氏的了解并不比你少，说是2个人交接工作，真正交接起来真没什么好交接的。龙庭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他从来 H 市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摸龙氏集团的底，几年下来对龙氏集团的熟悉程度不输于龙拓，甚至可能比龙拓了解得更清楚。